这一针下去就没有回头路了。姐，他们出价30万，要买断冷家18针的秘谱。30万，10年前，奶奶为凑齐你治病的500块，卖了祖传的一对金耳挖子。我知道，可这次不一样。锦绣集团说了，只要秘谱绣庄可以保留，我们还能当技术顾问。技术顾问就是坐在空调房里，看着机器把我们18针拆成3个标准化步骤，然后量产贴牌卖到地摊上。渊，你还记得学滚针的第1年吗？你绣烂了73块练习段，手指肿得握不住筷子。我记得。可姐，绣堂快撑不下去了，上个月的订单比去年同期少了60%。王师傅昨天辞工去服装厂了。所以，你要我卖？我不想卖，可我更不想看着绣厂倒，看着奶奶的心血。是苏城工艺美术协会。说我们送去参展的那幅百鸟朝凤被举报针法涉嫌剽窃苏绣窑派秘传。什么？举报人是窑派现在的掌门姚曼丽，他说我们有6种针法，和他家祖传的姚氏6绝完全一致。姚曼丽，15年前他来家里求过奶奶收他为徒，被拒了。协会要求我们3天内提交针法源流证明，否则取消参展资格，还要公开道歉。30万收购。针法剽窃，都赶在同一个晚上。渊，你不觉得太巧了吗？你是说有人等不及了，要逼我们在卖身和身败名裂之间选一条？这是奶奶的箱子，她临终前说。除非绣庄遇到跨不过的坎儿，否则不要打开。现在就是看。姚婉君是姚曼丽的姑奶奶，所以那6种针法根本不是剽窃，是当年婉君病重，托人带信，时局将变，恐技艺失传。我将交互针、藏经线等6法详解封存，一式2份，一份与他，一份留底。若后世子孙因针法起争，可起此匣为证。奶奶早就料到了。渊，3天时间，你去找协会要求公开鉴定，我去会会这位姚师妹的后人。姐，姚曼丽现在势力很大，听说和锦绣集团走得很近。正好，让我看看这盘棋他们到底布了多久。奶奶，您守了一辈子的东西，我和渊接着守。现在客户要的是效率，一幅绣品超过30天，人家就去买机绣了。你们手上的乱针绣作业，下周一必须交。稀客啊，冷家绣堂的当家人这么早光临我这小铺子。我是要救这些针法，靠你们那种1年绣3幅的作坊模式，这些手艺迟早进博物馆。所以举报剽窃，逼我们走投无路，再让锦绣集团低价收购，这就是您救手艺的方式。你知道锦绣集团？师姐，奶奶在日记里写，姚婉君前辈临终前最挂念的，是怕后世子孙为利忘义，丢了绣者的骨。您觉得，您还捡得起来吗？副秘书长，这是我们冷家近10年所有作品的针法记录，每一幅都有创作时间、用料和技法说明。其中被指剽窃的6种针法，最早可追溯到1979年我奶奶的教学笔记。小冷同志，我们讲证据也要讲现实。姚老师那边提供了他家祖传绣谱的影印本，经鉴定，至少是民国时期的物件。你们这个教学笔记是孤本吧？可我们还有奶奶的日记，还有当年互赠针法的约定。口说无凭，拿不出凭证或人证，
协会不会采信。这样吧，限你们24小时，明日此时拿不出证据，协会将只能发布通报。毕竟要保护知识产权嘛。小心。你是？我是林清河，锦绣集团文化投资部。收购的事，免谈。冷小姐误会了，我今天来是谈合作。我知道你们被姚曼丽举报，协会施压，锦绣集团可以帮你们摆平。你们和姚曼丽是一伙的？商场只讲利益，针法归属并不重要。这份是技术入股协议，我们一起联手打造冷秀坊，你们持股3成，姚曼丽1成，剩下归集团打理。你们要把冷家和姚家绑在一起？苏城绣业一盘散沙太久了，需要一艘大船，而你们是这艘船上最精致的帆。是冷言回来了，好好考虑，你们时间不多了。渊，怎么了？没事儿。姐，你见到姚曼丽了吗？进去说，我有发现。我是要救这些针法，靠你们那种1年绣3幅的作坊模式，这些手艺迟早进博物馆。所以举报剽窃逼我们无路，锦绣集团低价收购，这就是您救手艺的方式。你知道锦绣集团？他承认了，那我们可以拿这个去协会。不够，他没明确承认勾结，只能说有嫌疑。而且，奶奶这里写了另一件事。婉君晚年因战乱与娘家失散，部分祖传绣谱流落在外。他曾言，若后世姚家子弟持谱来认，当以锦鲤图暗号相验。锦鲤图，奶奶和姚婉君当年合绣的双鲤图，有一处暗记。2条鲤鱼的尾巴各藏了半个少娟信字，一个是偏旁，一个是另一半，拼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信物。姚曼丽手里的祖传绣谱很可能不全，甚至是伪造的。她急着重整姚派声威，才需要我们的针法来补全。所以举报我们剽窃，既打击对手，又能逼我们亮出底牌，她好趁机。姐，是文物局的人说接到举报，我们绣庄藏有民国时期重要刺绣文物，涉嫌非法占有，要上门查封查验。什么文物？就是奶奶留下的那批老绣样，还有日记和密谱。渊，拖住他们，从后门走。那你呢？我去阁楼，有些东西绝不能落到外人手里。开门！文物局联合执法。冷小姐，我们接到10名举报，冷家绣堂非法藏匿一批民国刺绣文物，未按规定登记，请配合检查。王科长，绣堂所有老绣样都是奶奶生前日常教学用品，谈不上文物。举报材料列得很清楚：民国36年双面绣双鲤图1幅，冷清球亲笔刺绣日记1本，还有冷氏18针密谱手稿。妍儿，记住，阁楼京南角有个包裹，遇到天大的难事儿才能动里面的东西。王科长，这些绣样很多是客户预定的底稿，涉及商业机密，能不能先等我们律师？检查令是合法的。小张，拍仔细点。科长，上面还有一层。那是堆放杂物的阁楼，几10年没清理了，都是灰。哦，那更要看看了。万一珍贵文物被不当存放，更是损失。原来，奶奶藏了6针从未记载的引针，姚曼丽根本不知道。冷小姐，文物局的人是我请走的筹码，接电话，我们谈谈条件。林，他能指挥文物局？
冷小姐，现在相信我的成绩了吗？你这是威胁？不是展示能力。王科长是我老同学，我可以让他5分钟内收队，也可以让他查得更彻底些。比如阁楼里到底有什么？明晚8点官微检查楼，你一个人来，我们好好聊聊怎么保住冷家秀堂，还有你姐姐想藏的那些东西。科长，这里有个箱子，好像。这箱子有点可疑。就是个破箱子，重点找绣品和文献。科长，这里有些50、60年的刺绣图案集，算文物吗？年代够，但内容普通。先登记吧。今天先到这里，小张，把已拍的照片登记成册，让冷若姐签字，我们撤。撤？冷小姐，你有个朋友能力很大，但下次未必这么好运了。姐，你没事吧？他们……我没事。渊，你看这个，奶奶藏的真正底牌。这是姚曼丽要的18针，只是明面上的，这6针引针才是冷家绣魂的核心。而且姚婉君前辈当年只拿到了18针里的6种，另外6种引针她根本不知道存在。姚曼丽手里的绣谱大概率是残缺的。姐，刚才是林清河打电话来，他说文物局是他。我知道，他是在示威，也是在逼我们上谈判桌。那明晚茶楼你去。我？可是渊，你要学会和他们周旋，我会教你该说什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以及他和姚曼丽之间到底谁在利用谁。杨老师，冷家18针这个名称，商标局已经受理了我们的注册申请。只要冷家拿不出名称的商业证据，这个商标大概率会归我们。他们那种家庭作坊，等商标到手，他们连冷家绣的名头都不能用。不过还有个问题，举报剽窃的事儿，协会那边似乎有松动的迹象。听说冷家找到了什么？董监那边有什么新指示？林总说，明晚他会见冷渊。如果商标和举报双管齐下，还不能避就范。还有第3张牌。冷清秋当年看不起我，说我没绣过，我就拆了你的绣，看看骨头有多硬。姐，我有点怕，明晚要是说错话。渊，记得你10岁那年，第一次独立完成的绣品是什么吗？针脚乱，形不准，但是这一针点睛，位置对了。绣品如人，有一处对了就立住了。你现在就是冷家绣的点睛，去见他不用怕说错，只要记住一点，我们是传承者，不是乞讨者，底线不能破。冷家绣必须姓冷，必须由我们姐妹做主。我明白了，那6针引针怎么办？引针除了你我，不能让第3人知晓。明天你去茶楼，我去把他和奶奶的信妥善藏好。绣堂里还有别人。嘘。林飞有，姚为刀，素离苏成，绣谱可保。有人潜入进来，不是偷窃，是特意警告我们。姐，我们被监视了，明晚茶楼会不会是陷阱？去，更要去了。看来这盘棋不止3方在下，这个知情人会是谁呢？奶奶，您说的天大难事如今到了，但您放心，冷家的针不会断在我手里。冷小姐很准时，令姐没来。
林总监，我们直接谈条件吧。好，我先展示诚意。你怎么做到的？我说过，锦绣集团要的是整合，不是毁灭。这些麻烦我都能扫清，作为回报，只需要你们签个字。文物局的人在跟踪我，林清河安排的，还是？冷家秀堂品牌作价200万入股，占股30%。18针技艺独家授权50年，你们姐妹担任艺术顾问，年薪各8万。这条允许改良商业化应用是什么意思？把18针简化成3到5种标准针法，适配机器刺绣，或者开发文创产品、服装面料。所以还是要拆解、量产。手工刺绣效率极低，机器刺绣量产高效，唯有规模化经营，才能让冷家绣传承普及。靠机器量产，那还算是冷家绣吗？每一针都带着绣娘的心境，这是活的艺术，不是工业品。你姐姐今天去了寒山寺一带，还带着一个重要布报。你们竟然跟踪我姐！别激动，我只是想提醒你。商标文物核查只是开始，若再引来税务、消防查处，冷家秀堂难以支撑。签了协议，所有麻烦都会消失，这笔钱足够你们安稳度日。为你姐姐想一想，她真的太累了。张办事员，这么晚来赏月？文物局还配枪？还是说你根本不是文物局的？冷小姐好身手，重新认识一下。张静，苏城巡查支队正在调查锦绣集团涉嫌商业欺诈、非法侵占非物质文化遗产案。巡查？长话短说，林清河以保护非遗为名，在江浙沪收购了17家老字号工艺作坊，其中9家在签约后3个月内，核心技艺被剥离，老师户被架空，品牌被雪藏，最终破产清算。我们怀疑锦绣集团的真正目的是垄断地方非遗资源，包装后赴港上市。所以你们盯上了冷家绣堂？对，我们需要一个突破口。林清河对冷家18针志在必得，这反常。你们一定有什么他必须拿到的东西，是这个吗？冷小姐，我可以保护你们。只要你们配合做我们的内应，然后呢，让冷家绣堂变成警方和资本博弈的战场，让渊每天活在危险里，那也比被林清江吞掉强。你知道那9家作坊的老师傅后来怎样了吗？有人抑郁成疾，有人被迫改行。最惨的一位苏绣托人，3个月前跳了太湖，遗书里写手艺没了，活着也没意思。我的联系方式，明天中午前给我答复。我需要和姐姐商量。今晚必须签，明天一早，这份协议就要上报集团董事会。你还有20分钟。盯紧他，东西肯定在他身上，必要时可以有外拿到。林总监，协议我可以签，明智的选择。但我有3个附加条件。说。第一，冷家绣堂老宅必须保留，产权永远归我们姐妹，不得作为公司资产。可以。第二，所有使用冷家绣技艺的产品，必须明确标注手工制作及绣娘姓名，不得与机器绣品混手，这会影响规模化，这是底线。好，细化到补充条款。第三，我要见姚曼丽。什么？既然要整合，3方该当面谈清楚。而且，我想亲口问问姚师叔，
当年我奶奶为什么不肯收他为徒？有意思，冷渊，你比你姐姐想的更有魄力。我安排。冷师傅，求您收下我吧，我从小喜欢刺绣，一定能吃苦。曼丽，你天赋是有的，但心不静。你看这鹤的眼睛，你绣了3次，每次都想炫技，用了3种不同的针法，反而乱了神。我可以改，刺绣如修行，第一课是诚。你带来的这包银元是从你父亲那儿拿的吧？未经允许，视为不成。你父亲的古董生意有些东西来路不正，你身上沾染了那股机巧曲丽的气息，绣不出干净的作品。您看不起我家生意？我看不起的是不成。你回去吧，记住，针可绣锦，也可绣球，心歪了，针就歪了。渊儿，记住今天这一幕。有些人把记忆当阶梯，我们冷家把记忆当性命。路不同，不必强融。林总，这是唱的哪出？让我来见这小丫头。姚师叔，我代表冷家绣堂回应您的举报。6种针法是祖辈互赠所得，这是相关书信。复印件，谁知道是不是伪造的？原件存于公证处，你指手指控我们，便申请笔记、纸张鉴定。届时你那份祖传绣谱的真伪完整，也得一并查验。过往恩怨不必纠结，我们聊聊未来。成立新公司，您以技艺和商标入股，占股1成。1成？林总，当初你可不是这么承诺的。你也没告诉我，您的绣谱缺失了关键部分。林清河早知姚家绣谱残缺，一边借姚曼丽打压冷家，一边拿冷家牵制姚曼丽。这份协议我可以签，但我要见锦绣集团真正的决策人，您做不了主。明天下午3点，带决策者到冷家绣堂，过时不候。对了，姚师叔，奶奶当年那句话，我替她补全：心歪了，针就歪了；针歪了，路就走窄了。您好自为之。林清河，你故意耍我！姚老师，急什么？这丫头比我预象的更难缠。不过，明天她会签。老板，冷家要求和您面谈。是。B 计划准备启动。谈不拢，就让他们意外消失。姐，我当时腿都在抖，尤其是他说让你姐姐意外消失的时候。你做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渊，你守住了底线，还反将了他们一收。你现在是能独当一面的冷家传人了。但事情远比我们想的更复杂。跟踪我的人不是林清河的手下。巡查？奶奶还协助破过文物走私案。现在想来，很多细节都对上了。我大概7、8岁的时候，家里确实来过几个气质特别的人，穿着朴素的中山装，但眼神很亮。他们和奶奶在里屋谈了整整1个下午，门窗紧闭。后来，奶奶把阁楼里一批她最珍爱的老绣样亲手烧了。尘归尘，土归土，有些秘密就该永远封存。烧了？为什么？因为那些绣样里可能就藏着用引针绣制的线索或密码。奶奶烧掉的是可能暴露的锁，而真正的钥匙就是这从未现世的引针6式本身，以及它背后的运用方法。张静说林清河在垄断非遗资源包装上市，这可能是表面。我怀疑他们真正要找的根本不是明面上可以量产的18针，而是这失传的具有唯一性和特殊指向性的引针6式。唯一性、特殊指向。姐，你是说奶奶当年用这6针绣过一件独一无二的东西？那东西可能是一件信物，可能已经落到了某些人手里，或者像张静暗示的和文物有关。他们认出了之前被万出的独特，顺藤摸瓜找到了苏城，找到了冷家绣。林清河甚至他背后的老板要的不是冷家绣的品牌，而是这把能打开某个秘密的钥匙。对了，
林清河在电话里提到 B 计划，还说如果谈不公，就让我们意外消失。姐，我们是不是该报给巡查？张静巡与他。张静的出现，说明巡查已经盯上了他们。但我们现在报警，证据不足，反而会打草惊蛇。林清河敢这么嚣张，背后的保护伞可能不小。而且，张静给我们的选择是做内应，这意味着要把秀长，把我们自己置于巡查与犯罪集团博弈的最前线。渊，你怕吗？我怕，但我更怕奶奶守护了一辈子的东西断在我们手里，更怕它被用来做坏事。姐，你说过我们是传承者，不是乞讨者。现在我们可能还得当一回守护者。渊，你先去躲起来。谁？已经歇业了。是青丘师姐的后人吗？我姓姚，姚婉君，是我姑母。姚婉君前辈的后人，姚曼丽掌门，我们白天刚见过。曼丽那丫头走歪了，我是她堂伯，我是来赎罪的。我带了姑母临终前托付的东西，她说冷家的人会需要她，他们追过来了。快，不能待在这里！姚爷爷，从后门走，去隔壁。这是钥匙之一，姑母说这是苏玉，另外还有5把，冷姚两家各执3把，合在一起才能找到秦先生托付的。渊，你扶姚爷爷从后窗走，去李婶家地窖。快，去后门！他们不是锦绣集团的人，是另一伙为这幅绣品来的。渊，扶姚爷爷从后窗走，去隔壁李婶家地窖。我引开他们。姐，一起走。按计划来，分开走，快！东西在我这儿，有本事来拿！追，抓那个女的！屋里好像还有动静。蠢货，东西要紧，追！阿爹，后头2个流氓抢我钱包。操，找死！废物，滚！冷小姐，深夜跑步好雅兴，上车聊聊。关于你奶奶，还有她1950年帮一位叫秦先生的香港富商绣过的一幅《万里江山图》。看这里，4中的纹路，用引针中的透光针绣成，对着光看。是什么？宝藏吗？不全是。秦先生是当年南下的爱国商人，那幅《万里江山图》里绣的是未及转移的国宝级文物埋藏秘址。你奶奶和婉君姑母是守护者，所以林清河还有那些追兵，他们要的不是绣法，是这份藏宝图。对，曼丽那丫头可能被利用了，她只知道绣谱不全有秘密，却不知道秘密这么烫手。冷小姐，现在你明白了吗？这不是几十万、几百万的生意，你奶奶守护的东西，价值连城。你们想用这些文物做什么？走私？
卖出国？我们是合法的集团公司，我们的目的是保护性回收，建立一座文物博物馆。冷家秀将是镇馆宝之一。说的好听，张晋巡视告诉我，你们逼死了9位老师傅。张晋，他果然接触你了，那是意外，是他们不识时务。冷言，你很聪明，和我们合作，冷家秀就能保全。那些追兵是海外某些不择手段的人，他们可没我这么有耐心。我要见你的老板，还有要确保我妹妹和姚爷爷绝对安全。老板，他要见你。老板要亲自和你谈。冷姑娘，我是秦先生的故人，你奶奶绣的江山图是信物，也是责任，把它交给我，我保证冷家修堂有力搜成。你奶奶当年能协助警方，我如今也能让一些事情不被记录。明天中午，拙政园金山楼，我等你。看来我们暂时是盟友了，先送你回去。那年秋天比现在冷。秦观澜先生，你们或许没听过，他是苏城商人，散尽家财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他从不轻易信任旁人，唯独认可你奶奶与姑母的秀艺秉行，寻2人商议将藏品妥善密藏，待日后时局安稳，便全数上交留存馆藏。隐真六式并非寻常绣法，实为藏宝秘窍。秦先生将藏地方位、机关破解之法拆分6份，由你祖母与姑母以6种针法，分别绣入6幅4季花卉绣作。冷、姚两家各持3幅绣品与解读针法的真诀。所以奶奶当年烧掉的那些老绣样，烧毁的是伪装索赔，真正的秘钥是你姐姐的引针针法与我手中苏药。姑母临终嘱托，只交给冷家后人持信物者。分头找，别让他跑了。老东西和小丫头能跑哪儿去？底下是地窖，里面不像有人。偷我家腌菜坛子，抓贼呀！带走。张巡查，我姐姐被林清河带走了，还有这个图。我知道，我们监听了林清河的部分通讯，冷言暂时安全。姚老，感谢您送来关键证据，但这里也不安全了，我安排你们去安全屋。巡查同志，这伙人势力很大，你们再大，大不过正义。我们盯他们很久了，现在有了关键证据。我需要你和你姐姐的帮助，但风险很大，对手非常危险。张巡查，我们需要怎么做？明天让冷言去赴约，我们会全程布控。你们的任务是套出案出人的真实身份，以及另外5份绣品的下落。姐，这次我们一起顶。锦绣集团的林清河背后是一个叫画廊的交易渠道，他们要的不是靠你们的绣法赚钱，是要用引针当钥匙，找到并盗走秦先生藏的国宝，洗白后卖到海外。曼丽她是不是也知道？姚曼丽以为是有形的金银，没想到反被林清河利用了。她现在也是棋子，可能还是弃子。你看，按这个键是录音。于以如，我们分析对方急于验证钥匙真伪，将计就计，让你姐姐带这份仿品和1份修改过的真诀去赴约。仿品的绣线里，我们插入了微型追踪器，信号很稳定，只要他们接触，我们就能锁定位置，甚至可能找到他们的老巢。形以似，神未至。引针的神，在于绣者藏秘时的呼吸与心意，这仿不出来。如果被识破，
我姐姐会不会有危险？我们会全程监控，外围布控，这是引出他们掌握主动的最好方法，也是保护珍品和你们的最有效方法。姐，渊，我没事，相信姐姐，也相信奶奶选的路。姐，姚爷爷说，奶奶他们传下的真诀总纲有一句：线随心动，珍藏乾坤，真意不在形，而在神与城。神与城，我记住了。渊，保护好自己和姚爷爷。冷小姐，久仰。令祖青丘女士的技艺堪称一代宗师，可惜生不逢时。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的条件，林总应该转达了。冷小姐爽快，不过引针之妙在于引，验证需要时间。我们也在寻找散落的钥匙，这一把据说在杭城出现过。冷小姐，合作是让这些瑰宝重见天日的最好方式。我要先看到我妹妹平安。当然。那么今天先到这里，期待冷小姐的进一步诚意。东西是假的，绣工不错，但经纬线的老料子不对，做旧手法也新。不过他看到杭玉照片时，瞳孔收缩了0.3秒，真的在他手里，而且他可能已经和另一把钥匙的持有人联系上了，盯紧他，查他妹妹到底去哪儿了。张队，信号不对，信号被拦截了，还是有第三方？信号最后消失在寒山寺后方待拆旧物片区，要么遇上信号屏蔽，要么设备被毁。各组注意，存在第三方势力，分散摸排可疑人员车辆。收到。老东西，小贱人！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姚曼丽，谁让你私自行动，差点毁了全盘计划。林清河，你别过河拆桥！藏宝之事，姚家本就有份，你们休想独占。他太贪，也太蠢，处理干净，别留痕迹。真意不在形，而在神与城。真随心动。信息藏在绣者的心意流转处。奶奶，婉君前辈，我好像明白一点了。冷丫头，你怎么也来了？是厅中变位？还有神与城。姑母留下的另一句暗语，指向这里。我必须把一件东西埋回去。哟，都齐了，把东西交出来。放下，可以走。冷小姐，我们还会见面。宝藏不属于这里。拿好。姑母和春秋师姐的托付，现在全靠你们了。哎，给曼丽留条活路吧。灰雀，代号已确认，画廊核心行动员。
被夺走的示意图已基本复原，最终指向太湖某片水域，可能与古代湮灭的水利设施有关。他们抢先了一步，但最关键的信物和钥匙在我们手里，我们必须立刻行动，抢在他们之前找到并保护宝藏。坐标确认太湖燕萨古址，需要钥匙和信物才能进入。冷家姐妹是突破口，不惜代价。另外，除了我们和警察，似乎还有守墓人痕迹。首届苏绣新韵传统手工艺交流赛最终环节，现场命题创作，现在开始。命题为“传承”。画廊的人出现在这里，绝不可能是为了看比赛。周慕文亲自来，林冲将作陪，阵仗太大。周慕文身上有卫星信号屏蔽器，很高级。他们可能想近距离观察冷家姐妹，尤其是在公开场合下，他们对尹真的掌控流利。保护好姐妹俩。另外，查一下今天所有和周慕文有过接触的生面目。意境超脱，技法已入画境，尤其是这利用光线和视角变化的动态感，匪夷所思，无一处败笔，工整至极。这需要何等的耐心与基本功！传承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经评议，冷言作品《心火》以意取胜，灵动深远，获本次比赛最佳创意奖；冷渊作品《基石》以工取胜，扎实完美，获最佳工艺奖。二者皆为我苏绣传承之幸。冷渊姑娘，恭喜恭喜！你的基石太震撼了，这种扎实的功底，现在年轻人里太少见了。谢谢。我是海外纺织艺术基金顾问，十分赏识你的绣作。若你私下告知冷家针法核心原理，我们可出资扶持你姐姐绣堂长久经营。或是为你筹办全球个人巡展。冷家针法不是商品，抱歉。我得通知姐姐，让她多加提防。他们换手段了，强攻不行，就拉拢内部分化。袁，你做的没错。代号画眉，我们有所耳闻，专靠文化商业渠道渗透。他们盯上冷渊，无非两点：一是急需尹真核心技法，二是看重他心性沉稳，能帮他们破解复刻密钥。姐姐，今天你的作品里是不是用了？用了，就是给周慕文看的。此举敲山震虎，引蛇出洞。周慕文见到针法，定会笃定密钥在你手中，很快会有所动作。所以，我们重点布控太湖沿线。冷岩绣品里那缕独有的气韵是真迹，仅一丝独特呼吸感仿造不来。收买冷渊的计划失败了。早料到了，这姑娘性子和她绣品一样执拗。目的已达成，一是确认密钥有效，二是有合理契机监视他们，便衣至少4个。他们保护得很紧，说明宝藏线索到了关键时刻，
通知辉雀，太湖那边可以开始准备了。另外查一查评委席上，除了摇手桌，还有谁对那幅星火的反应特别？你是谁？想干什么？站住！姐，我听见好大声音，你怎么在院子里？发生什么事了？他们白天还假惺惺的颁奖，晚上就派人来偷。这就是商业竞争？不，这是盗窃，是犯罪。不只是偷拍针法那么简单，他们想确认的是这些原始图谱里是否藏着钥匙的线索。林清河或者他背后的人已经急不可耐了。姐，我们报警吧。还有这院子，这秀堂，我们是不是该装个防盗门？不，装监控，装最贵的，还有报警器。报警，张静巡查那边肯定要告知，但防盗门、监控，渊，你想过没有？如果装了，等于告诉所有人，我们这里真的有需要严防死守的东西。有时候过度的防御本身就是一种暴露。那我们怎么办？就任由他们这样来去自由？我们需要更聪明的方法，既要防也要藏，更要学会看清暗处到底有多少双眼睛。从明天起，秀堂的作息、物品摆放都要做一些不起眼的调整。另外，那幅太湖扫描图，还有姚师傅给的行药，我们必须加快研究了。被动挨打，永远等不到天亮。姐，真的要现在看吗？我总觉得这封信里藏着很重的东西，该来的总要面对。奶奶留下它，或许就是等着我们能在需要明白的时候打开它。见字如目。昨日见字如晤。昨日你参展的春满江南，收获满堂赞誉。我虽为你高兴，心中却满是忧虑。真是神来之笔啊！你天赋出众，针法构图皆为同辈顶尖。若安心遵循古法，耐心打磨，定能成就传世秀作。好，好啊，这针法已是青出于蓝了。我昨夜撞见你私用外来化学染料绣制这幅参展作品，化工染料虽一时鲜亮，久置便会褪色，侵蚀丝线，彻底毁掉绣品。苏绣100年传承，靠的是天然矿料经久耐看的质感。学艺重在静心守本，而非靠花哨色彩争风头，投机取巧只会耗尽名声，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我本打算展会后劝你。姚玉兰已经收拾行装，连夜离开苏城了。
Miss, this way, please. 原来如此，姚曼丽母亲并非技不如人，只是急于求成，妄图走捷径。也难怪姚曼丽记恨我们冷家。她一心想胜过我们，以此掩盖她母亲当年的过错。奶奶信中写道：“玉兰之师，非技之师，乃心之师。手艺如手心，心浮气躁，再巧的针也绣不出传世的魂。渊，从前我们只执着守住针法与绣品，如今才懂，奶奶和秦先生他们用生命拼尽全力守护的是踏实诚恳、敬畏针线的匠心，这才是经得住岁月的根本。”冷言、冷渊，没打扰你们吧？姚师傅，有事？听说你们准备的作品要去省非遗展，能不能让我先学习一下？啊，当然，不方便的话就算了。绣品已经封箱，不便再打开。姚师傅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不看也行，但你们小心点儿。尤其是绣品运去展馆的路上。什么意思啊？我听到一些风声，有人不想让你们顺利参展，可能会在运输环节做手脚。你们用的运输公司最好再仔细查查。信不信由你们，我就说这么多。姐，这会不会是另一个陷阱？故意扰乱我们，或者想探听我们用什么方式运输？真假难辨。他今天的眼神不全是假的，里面有一种害怕。害怕？他害怕什么？也许害怕他母亲当年的错误重演，或者害怕某些他无法控制的力量。不管怎样，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奶奶说过，任何疏忽都可能酿成大错。姚曼丽这样，说明对方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时间不多了。冷家引针的透润活三味，在这猫眼和蝶翅的渐变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功夫熬出来的，机器做不出这份气韵。你看这个也挺好看啊，猫毛也挺绒的。价格差这么多，要是差不多，肯定买便宜的。林总，贵集团这幅作品与冷家秀堂的镇堂之宝如此相似，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这是否意味着高科技可以完美复制，甚至取代传统顶级手工？艺术需要传承，也需要创新。我们尊重传统大师的技艺，但更致力于让非遗之美以更亲民的方式走进现代生活。至于相似，美好的主题总是共通的，不是吗？关键是谁能给消费者带来更优的选择。冷渊女士，对于锦绣集团推出的相似产品和他们的定价策略，您作何感想？是否感到压力？纯手工的价值在科技面前是否已经动摇？有观众认为你们的价格是情怀税，您怎么看？冷家绣品的高价究竟高在哪里？感谢各位对苏绣的关注。技艺的价值不在于口舌之争，而在于指尖之下。双面绣分双面同色同样、双面异色、双面异色样样、
这一幅是双面异色异样，且两面构图关联，互为因果，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正面是动，是追逐；背面是静，是守护。从正面到背面，丝线需要超过10万次不露痕迹的穿插换色，任何一处节点错误都会导致两面图案混乱或丝线打结。您可以仔细看看猫眼。正面看，瞳孔因注视飞碟而微微收缩，有光点；转到背面，猫在假眉，瞳孔是放松的椭圆形，光点消失。这需要根据图案实时计算走向和色彩叠加，每一帧都是独一无二的路径，无法通过预设程序的机械重复实现。这就是活的记忆与死的复制的区别。林总，他这一手，我们之前收集的资料里没提到这幅是双面异色异样。仿品，那只是开胃菜，是抛出去试探深浅的石头。我要的从来不是一件仿得有多像的猫谍图，我要的是让他心甘情愿地为我，或者说为我们，绣出这世上独一无二、真正配得上隐真之名的东西。那才是钥匙该打开的门。展会上的小风波，让二位受惊了。那不过是集团市场部一些急功近利的尝试，我已经严厉批评过了。真正的艺术岂是机器可以模仿的？那幅双面猫谍图让我叹为观止。锦绣集团一直在扶持传统文化瑰宝。对于冷岩大师您，我们希望能达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合作。集团计划初期投资不低于2000万，为您成立独立的工作室。我们将配备最顶级的团队，负责您的作品。我们初步预估，仅高端定制和版权收入，年入数百万并非难事。您可以完全专心于艺术创作，将冷家尹真推向世界之巅。冷云姑娘，你在展会上的表现，对技艺的认真和潜力，我们都看在眼里。集团急需你这样既有扎实功底，又对现代市场有感知的年轻人。我们诚挚邀请你担任高级非遗顾问，除了有年薪，集团还会提供资助，送你去欧洲顶尖的学院进修，学习最前沿的艺术管理、品牌战略。你的舞台不应该局限在一间绣房里。林总，条件很优厚，但这份意向书，特别是附件3的知识产权归属与授权细则，我看得不太明白。合作期间，乙方基于冷式刺绣技法体系所创作的一切作品，其全部知识产权自动独家永久不可折条地归属于甲方。这意味着我所有的心血都将成为贵集团的囊中之物，没有任何回旋余地。附件1对冷式刺绣技法体系的定义宽泛到几乎涵盖冷家传承的所有核心针法特点，甚至包括未来可能探索的方向。这意味着签了字，不仅我以后绣的每一幅画属于你们，连尹真本身以及它未来可能的一切变化和发展，都将不再姓冷，对吗？冷大师果然心细如侠，也足够清醒。条款可以谈，定义可以细化。我们的初衷是保护，而不是掠夺。只有将技艺纳入现代知识产权的坚固堡垒，才能避免被无序模仿和剽窃。就像展会上的情况，集团投入巨大资源，自然需要相应的保障。我们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您享有极高的销售分成，甚至可以考虑冷家品牌的共同持有。不必了，冷家的针法是活的，是长在冷家人手上的。它传承的方式是心手相传，是岁月沉淀，不是一纸合同。您的邀约，我们心领了。渊，我们该走了。林清河开的条件确实动心，有了那笔投资，绣堂的房租、原料、徒弟的工钱，样样都能松快些。
可姚玉环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秦家先辈守了一辈子的秘密也担在肩上。资本的甜头从来都标着价码，我不能拿冷家的根去换这一时的安稳。渊从包厢出来后就说要一个人去河边静静，到现在还没回来。今晚他那眼神分明是把话都听进心里去了，可别钻了牛角尖。你的舞台不应该局限在一间绣坊里，出国深造，顶尖学院，高级顾问，有竞争力的年薪。姐，我是不是很没出息？他说的那些，我好像真的想要。渊，想要更好的未来，不是错。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路，但是渊，你要想清楚，林清河给的是一条铺好的、金光闪闪的捷径，但路的尽头可能不再有冷渊自己的名字，只有锦绣集团非遗顾问，而绣堂的路很窄很旧，需要你一针一线自己去绣，可能会很苦，也可能会失败，但每一步都是你自己的脚印。无论你怎么选，姐姐都支持你，但答应我，不要因为害怕眼前的困难，或者羡慕别人的繁华，就忘了自己手里这根针最初是为了什么而拿起来的。姐，林清河的条件确实有陷阱，我们不能全盘接受。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利用他们的资金和平台来守住核心的东西，比如只授权部分非核心的设计，或者要求引针相关的排除在条款之外？我们也许可以去争取一下。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天真？我天真，我是没有你那么清醒。我只知道绣堂的房租快交不上了，我们接的订单变少，价格也难提上去。只知道别人都在用各种方法包装，只有我们还守着这间老房子。所以你就向打压我们的人摇尾乞怜，用冷家几百年的传承去换他们施舍的话语权。渊，你看不清吗？林清河是要吞并，是把你我变成资本棋盘上的棋子。奶奶的信，姚家的教训，你都忘了吗？我没忘，但我的人生好像永远只能活在你的决定里。这些都是你的选择，你有考虑过我吗？我不想一辈子就困在这里，不想永远做你的影子。渊，你要去哪里？去小雅家住几天，我们都冷静一下。看到你一个人坐在这儿，脸色不太好。跟家里闹别扭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你们姐妹感情一向好，为这事儿闹翻不值得。不过你姐姐的担心也未必全无道理。林清河那个人水太深了，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也是听一些早年跟锦绣集团打过刀前辈提过一两句，林清河对苏绣，特别是对一些传承有序的古老绝技，有种异乎寻常的执着。据说他早年留学时就痴迷东方神秘主义和一些比较偏门的收藏。他接近你姐姐，开出那么惊人的条件，恐怕不单单是看中冷颜大师的商业价值。当然，这些都是道听途说，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就是觉得你姐姐可能承受着比你看到的更大的压力。你们姐妹俩好好的，比什么都强。这卷草纹走刀比老街的更低劣，带着点山野的韧气。山土养出来的根，色沉得更稳，正好能做引针的底色。慌没用，先找避身处。一步一步踩实，一定能上去。这里湿气太重，白费力气，留着体力做标记。这条路有巡山人走，这个颜色雨水冲不淡，一定能被看见。定心神，静气息，慧中生路。奶奶，我懂了，守护的路本就不会好走。又背着篓子进山采染草啊？后山古镇那边的野生切草成色正，傍晚差不多就能回来。山里路滑，你自己多当心。放心，走惯了。下午一变天，我心里就悬着。等到天全黑了，也不见他人影。我去秀堂拍了好几回门，院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后山那段林崖石板路，雨天最容易滑坡，我实在坐不住。冷爷，你能听见吗？张姑娘，雨太大声，传不远，咱们盯紧路边有没有留下的痕迹。冷爷，你能听见吗？林总，这边山势更陡，再往里走风险太高了，继续往前找。他就在这一片。冷爷，是你在里面吗？这路全塌了，徒手根本上不去，得等救援队带专业装备来啊！他在上面熬了快1夜了，雨这么冷，撑不了那么久。这么陡的崖壁太危险了，你别乱来。救人要紧。别怕，我带你下去。多谢。
冷老师，您真是福大命大，也多亏了林总他们及时找来，等路通了再送你们出去。那我就先去忙了。林总，多谢昨晚施以援手。不过我很好奇，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青石镇后山可不是锦绣集团的开发项目区。我也很想知道答案。看这个，我收到这条短信时，以为是恶作剧，但号码陌生，指向明确，打回去却是空号。我让人查了，昨天刚激活的，就在古镇附近。发送这条信息的人知道你的行踪。冷大师，看来关注你的不止一个，而且这个人对我们双方似乎都有一定了解。妍妍，这事儿太蹊跷了。那个匿名短信会不会是林清河自导自演，为了让你欠他一个人情？如果是他自导自演，风险太大，成本太高，他无法控制山体滑坡，万一真出了事儿，他什么都得不到。而且，他昨晚的焦急不全是装的，我更倾向于有第三方。这个第三方知道我的动向，知道林清河对我的兴趣，并且想把水搅得更浑。姚曼丽，她更倾向于挑拨我和渊的关系。其他竞争对手，还是和尹真秘密有关的其他人。姐，我听说你昨天去采风出事了，你没事儿吧？我没事，先进来吧。吃过饭了吗？我去给你拿吃的。谢谢姐姐。姐姐在研究什么？奶奶的日记里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这张地图和上面的标记，和姐姐昨天的遇险有关吗？和尹真有关吗？还是和林清河，甚至那个发匿名短信的神秘人有关？奶奶留下的线索指向很明确，她圈出的这几个地方不仅仅是地理坐标，我查过地方志和家族笔记，这些地点在历史上都与苏城织造、刺绣贡品，或是某些重要的文化交流事件有关。而且日记里反复提到文通古今，以线寻脉。你看这里，奶奶抄录并分析了寒山寺钟钮上的莲花忍冬纹、拙政园流汀阁窗棂上的冰魄纹，还有虎敲塔砖雕上的云气纹。她认为这些纹样不仅仅是装饰，它们的构成逻辑、线条的气与势，可能暗合了某种更古老的、属于苏绣核心的古法。你是说，尹真的秘密或者他的一部分钥匙，可能就藏在这些建筑的纹样里，需要我们去读出来？对，就像破译密码需要密码本，我们学的是针法，是技，但支撑这些针法创造出独特神韵的道，或许就隐藏在苏城这座古城千年积淀的纹样基因里。我想，这可能是奶奶或者更早的先人为了保护尹真不被轻易窃取或失传而设置的一层文化密码。看，这就是日记里提到的莲花忍红纹，莲瓣的层叠旋转，忍冬藤蔓的缠绕延伸，注意线条交接处的顿挫和角度。
我以前只觉得这些花纹好看，现在看每一根线条的走向、疏密、转折，都好像有生命、有呼吸。怪不得奶奶说文通古今，绣花时针线走的气，是不是也得像这些石头木头上的纹路一样有根有源？没错，这就是骨法。心里有这些骨，手上的针线才能立得住，绣出来的东西才有魂，而不是浮在表面的漂亮图案。渊，过来，踏这个。这杯座都磨成这样了，也有拓的价值吗？有。仔细踏，凹陷深的地方多拍2遍，尽量把细节都踏出来。好了，姐，你看看。这看着走势好像有点像。找到了，第一块拼图，真对上了。看这儿，起笔、顿挫、回环，70%以上的走势都能对上，尤其是这几个节点，分毫不差。这不是巧合。奶奶，您到底留下了多少线索？这引针究竟通向何方？杯座对应起针，那铜钟的钟钮、铭文，还有钟声的韵律，会不会就是引针阵法后续的走线与心法节奏？姐，要是这些纹样真是密码，那设计者也太博学了，既要精通苏绣针法，还懂金石建筑与音律，这不就和武侠里的独门秘籍一样吗？或许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代人。引针阵法并非冷家独有，奶奶日记记载，它融合了苏州文人、工匠与隐士的智慧，是一众匠人共同留下的心血。这口钟看得再细，有些故事光靠眼睛是看不全的。民国26年，战火逼近苏州，官府下令征集铜铁铸造兵器，这口唐钟也难逃被熔铸的命运。寺里当时的住持不肯，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后来是一个姓秦的先生带着几名学生连夜赶来，打通了管事官吏，趁着深夜无人，将古钟卸下，用油布包裹，沉入寺院后方干涸的放生池淤泥之中。老师傅，您还记得那位秦先生的来历吗？他长什么模样？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是个清瘦书生，少言寡语，目光却格外有神。随心学生里有个姑娘手脚灵巧，裹油布时护住了钟上纹路。战后还是他把古钟打捞复位，钟在，魂就在。奶奶日记里的秦先生，守护古钟的秦先生，引针的秘密，莫非乱世之中也曾和文物保护牵扯在一起？从前总觉得姐姐口中的守护太过沉重，原来我们世代相传的引针，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承载先辈遗愿的钥匙。姐，那位秦先生和那个手巧的女学生，会不会和奶奶或者和引针有关？很有可能。日记里提到过秦先生，但语姓不详。我们需要查更多那个时期的资料，关于苏城文物南迁、民间保护行动。
姐，我刚才好像觉得有人在看我们，不是相克那种随便看看，是一直盯着。是不是太累了，神经过敏感？这不是我们的，而且这种成色和款式不像是普通香客会戴，更不可能随意掉在这种地方。是谁？林清河的人，他确实有财力佩戴这样的饰品，还是那个发送匿名短信的第三方，或者是姚曼丽背后可能存在的其他势力？这枚袖扣是意外掉落，还是某种故意的警告或标记？城中的秦先生，窥视的陌生人，翡翠袖扣，线索越来越多，水却越来越浑。尹真，你究竟藏着多少故事，又引来了多少双眼睛？姚老师，昨天我和姐姐在寒山寺捡到这个，看工艺挺特别的，您见多识广，帮忙看看，认不认识这东西？或者是哪家老字号的手艺？翡翠成色不错，竹节造型也雅致。不过这种款式和工艺很多，我不认识具体是谁的。怎么，你们想找施主？姐姐平日叮嘱的观人于微，此刻终于有了真切的体会。哦，不认识就算了，我们也是好奇，随便问问。谢谢姚老师。姚曼丽显然知道美袖扣，却在极力否认，这中间有着什么秘密？严丫头，你怎么来了？好东西啊，严丫头，这可不是现在机雕的货色，线条、弧度、形态都带着手工雕刻的气儿和拙味儿。周伯，能看出大概年代和出处吗？上世纪70、80年代，有几个顶级的老师傅专给贵人定做小玩意儿。这种竹节袖扣数量极少，也就10来段，用料考究，工费也极高，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当时能拿到的人非富即贵。你之前提过的那个姚曼丽，他父亲就喜欢收集这类东西。姚守拙这人早年间在文化部门待过，后来下海经商，路子很广，也结识了不少三教九流。他尤其喜欢竹梅这类象征气节的小件。姚守拙、姚老、姚曼丽的异常反应，寒山寺的窥视、匿名的短信，这些碎片似乎隐隐指向姚家。所以，袖扣很可能是姚曼丽父亲的，或者至少和他有关。那在寒山寺窥视我们的人，是姚守拙还是姚曼丽派的人？他们想干什么？难道尹真的秘密姚家也知道？他们未必掌握全部秘密，但一定知晓一二。姚家和我们家的恩怨始于姚母学艺为国，心生嫉恨。但姚守拙这个人城府极深，活动范围远不止刺绣界。他当年在文化部门，说不定看过战时文物保护档案，甚至结识过那位秦先生。我想起来了，之前和姚老躲在地窖，他提起过秦先生。有些关于你祖母冷清秋与秦观澜先生的旧事，该讲给你听了。明天下午3点，拙政园旁听雨轩茶室，兰字雅间，直身前来，我在此等候。那个老僧口中陈中宝中的秦先生，就是秦观澜。秦观澜，姚守拙，奶奶，终于要面对面了吗？
这会是陷阱吗？你奶奶冷清秋，是我这辈子最敬佩也最愧对的人。故事要从民国26年苏城沦陷前说起。那时有一批北平、南京等地南迁的珍贵文物，因战局突变滞留在苏城，急需寻找可靠地点秘密藏匿，以防落入日寇之手。负责此事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秦观林先生，一位有胆识、有门路的爱国商人。秦先生深知藏宝地点必须绝对保密，但也不能让线索彻底湮灭。他苦思冥想，最终想出一个关键线索，也就是那批文物中最核心的几件国宝的具体寓匿方位和开启方式，用只有极少数人能看懂的方式记录下来。他找到了当时苏绣界技艺最精湛且人品绝对可靠的2位大师，你的太祖母以及我的祖父。他们共同设计了一套极为复杂的图谱，表面上是苏绣一种失传绝技引针的传承谱系，每一针、每一线、每一个纹样变化都对应着地理方位、机关暗号。这套图谱就是钥匙。图谱完成后，为防万一，秦先生将它一分为2，上半部分关乎全局方位和总纲，交由你冷家保管；下半部分涉及具体开启细节和部分密码，交由我姚家保管。秦先生与2位先祖约定，山河破碎，各自守护。待太平盛世，两家后人需凭信物和完整的引针技艺合二为一，取出国宝，献于国家。这个秘密，在我们2家代代口耳相传，并立誓守护，直到我母亲姚玉芳那一代。他知晓自家保管着下半部图谱，也知晓冷家是真正统。他太想证明姚家不输冷家，独自研究图谱时不慎引发火灾，下半部图谱大半焚毁，只余下一些残片和零星记忆。原来姚冷2家数10年的恩怨，根源从不只是技艺高下的意气之争，更是姚家背负着损毁国宝线索的沉重罪疚。自那以后，我母亲性情大变，对冷家既愧又妒，而我父亲以及后来的我深知罪责深重，我们不敢声张，同时也一直在暗中寻找修复下半部线索的可能。我接近林清河，最初也是想借助他的资源，没想到他的目的不简单。从前我只当自己守的是冷家绣艺与奶奶遗愿，今日才真正明白，他是系着南迁国宝与文脉根脉的密钥。我接过的早已不只是冷家传人的身份，更是先辈托付的历史重担。我今天找你，除了坦白往事，更是要提醒你，林清河背后的老板，我查到了，他姓周，叫周慕文。这个周慕文的父亲，当年正是负责清点登记那批南迁文物的管理员之一，名叫周世安。据零星档案和知情人回忆，周世安在文物转运藏囊过程中行为颇有疑点，战后也失踪了。他的儿子周慕文突然通过林清河不惜代价的寻找引针，你说他仅仅是为了艺术收藏或者商业利益吗？我怀疑周世安当年可能就觊觎那批国宝，甚至掌握了部分不为人知的信息。如今周慕文要找的，恐怕不是引针技艺本身，而是他背后那把开启宝藏的钥匙。他的目的绝不单纯，很可能是想将国宝据为己有，甚至走私出境。山河破碎，各自守护，太平盛世，合二为一。奶奶、秦先生，还有姚家的先祖，我明白了。这把钥匙，冷言接下了。所以，我们绣的不只是花鸟山水，还是地图、密码。我们守着的是能让国宝重见天日，也可能让国宝万劫不复的钥匙。是，奶奶留下的从来就不只是一门手艺。现在，这把钥匙引来了恶狼。林清河是明面上的爪子，周慕文是藏在后面的野心家，我们必须应对。姐，
你说我们该怎么做？我听你的。硬碰硬，我们势单力薄，必须智取。林清河的目标很明确，通过控制我们，尤其是掌控尹真，来向周慕文邀功，或者实现他自己的商业文化野心。他之前对你抛出橄榄枝，既有分化我们的意图，也是真的看中了你的潜力和可塑性。渊，我需要你回到他面前，不是负气，而是带着深思熟虑后的诚意，告诉他你想通了，想要更大的舞台。你要扮演一个被现实和前景说服，逐渐与保守的姐姐产生分歧，渴望独立发展的妹妹。让我去做卧底，接近林清河，获取他和周慕文联系的更多信息，摸清他们的具体计划和底线。对，但记住，你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只传递你认为安全、有价值的信息，不要冒险。你重点留心观察，记下谈话内容，适时借合作拖住对方。后续我教你应对说辞，约定安全联络方法。我这边假意潜心研究尹真，放出无关进展，引开林清河、周慕文的视线，私下联络姚守卓，借他的人脉线索暗中查证。还有青石镇一事加上匿名短信，我认为张警官可以信任。我会以追查针对非遗传承人的商业骚扰为由，私下向他求助，留一条后路。冷渊小姐，很高兴再次见到你。看来你考虑清楚了。林总，我想了很久，姐姐有她的坚持，我尊重，但我也有我的路要走。锦绣提供的平台和机会，对我来说确实很难拒绝。我愿意认真谈谈合作的可能。很好，这说明我们有共同的眼光。这是我让法务初步拟定的锦绣集团与冷瑶女士独家经济协议草案，你可以先看看。里面包含了大师工作室建立与资源支持、国际展览与交流的全程策划、品牌联名与商业开发的分成，当然还有对你个人技艺提升的专项资助。我们可以慢慢谈细节。请问是冷妍女士吗？有您的快递，麻烦签收一下。这个坐标不在奶奶地图标记的任何一个红圈范围内，是一处全新的未知地点。是谁寄来的？姚守卓刚和自己坦白内情，没必要用匿名的方式。是之前发匿名短信的神秘人，还是另有知晓当年秘密的第三方？这张照片和坐标是善意的线索提示，还是引他入局的诱饵？坐标、新的线索，还是陷阱？协议每一步都不能走错。这个坐标，我从未听父亲或母亲提起过。秦先生当年行事极为周密，很可能有多处预备地点或障眼法，但照片上的人确实是青丘阿姨和秦先生无疑。这个地点必须探查。冷言，从刑侦角度看，匿名寄宿关键线索，寄件人目的不明，风险极高。但坐标指向苏城西郊凤凰山余脉，那片区域上世纪60、70年代有过小规模钨矿开采，后来废弃，人迹罕至，地形复杂。如果你们决定去，我必须同行，并需要你们完全听从我的安全指令。这是目前最直接的线索。姚老，我们需要您提供可能的历史地图或矿区资料。张警官，感谢您愿意冒险，我们一切听从您的安排。此事关乎重大，请务必保密。
注意脚下，台线很滑。这一带废弃多年，可能野兽或未标记的深坑。跟紧我。秦氏矿业，是了，秦观澜先生家族早年确实涉足过矿产，这很可能是他以家族产业为掩护，秘密选定的藏匿地点之一。时间也对得上。保持通讯，注意头顶和脚下，不要分开行动。等等，看那里！是隐真图谱的风格，看这个转折，还有这里的回环，和奶奶日记里第3页那个残缺的连珠针变上局部很像。这是路标，还是警告，指向最危险的地方？结构很不稳定，强行通过风险极大。而且，如果这真是藏宝地的指引，设计者会不会故意设置险阻，来考验或筛选后来者？地质结构异常，有2次塌方风险。奶奶，秦先生，你们留下的路再难，我也要走下去。这不是自然塌方，看这些石块的棱角和堆积角度，更像是人为设置，利用地质薄弱点引发的可控坍塌。目的是封路，也是考验。但可控是相对的。几十年过去，结构早已松动，任何大的震动或不当触碰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我们携带的装备不足以支撑大规模挖掘或加固。纹样指向这里，不会是吴的放矢。如果是考验，那么钥匙可能就在附近，或者我们已有的东西里。姚老、张警官，你们看，纹样上这几个点。如果对应到塌方体上那几块颜色稍深的石头，是不是像一条隐藏的可供踩踏借力的路径？这条路能走，但容错率极低，容不得半分差池。冷言体重最轻，他先探路最合适。我打保护绳。好，我上。女真，快退！
这儿。冷言，你怎么样？受伤没有？我没事，我找到了钥匙孔。原来顶针才是真正的信物。奶奶，秦先生，我们进来了。空气流通，有隐蔽的通风口。这里被精心维护过，但至少几十年无人踏足。这锁的形制和我家祖传的装那残存下半部图谱碎片的盒子上的锁一模一样，是秦先生特制的鸳鸯锁，需要2把不同的钥匙同时插入才能打开。一把应该就是你奶奶的顶针，另一把，这是我姚家代代相传与残图一起留下的。我一直不知道它真正的用途，原来它是一把钥匙。秦先生早就料到，图谱必须2家合力才能重现。完整了，终于完整了。予与诺华，手除2军，脱脱于危难之阶，藏国宝于水火之间。然所藏之宝，非金非玉，非鼎非显。敌寇环伺，奸佞潜伏，实体转运风险莫测，故予与诸同人另辟蹊径，将南迁文物中最紧要之者，非器物本身，乃其详目流转证据、海外藏匿线索及关键证人名录等，以特殊工艺微缩录于特制丝绢之上。再以绝世绣技引针法，将其经纬藏于一幅新绣万里江山图之中。月华持上半部，姚老持下半部，相约太平日，合校取图，献于国家。此事关乎重大，万物泄于外人。山河破碎，此志不泯；盛世重光，此则当成。盛世重光，此则当成。原来尹真从来不是找实体宝藏的地图，它本身就是钥匙。万里江山图里藏的不是器物，是无数流失国宝的证据和追溯的希望。吾等疑其有监守自盗之嫌，或以为敌收买。然乱世之中，证据不足，未敢轻动。若其子孙分念期，有以致后代得谣毁图，抹灭证据，遂一己私欲，甚至。难怪他不惜代价盯着尹真。他要的从来不是真法，是要毁掉图里的证据，替他父亲掩盖罪责。姚老，您之前的猜测全对上了。秦先生，奶奶，姚家先祖，钥匙已全，锁已找到，
这万里江山图里的秘密，这追溯的希望，只要我冷言一息尚存，就绝不会让周慕文之流染指分毫，更荒诞毁灭。东西不能吃了，但水壶还能用，应急灯也还有电。此地不宜久留，图谱合一的消息一旦走漏，我们就是活靶子。按原路返回风险太大。我知道另一条路，是当年矿工私下走的通风捷径，出口在更隐蔽的山坳里。分两组，仔细搜。林总说了，我要见人，死要见侠。确认信号最后消失在这一带。分两组，仔细搜。林总说了，我要见人，死要见侠。林清河的人，对方竟没被他方完全挡住，靠着专业设备清理或绕过了障碍，一路尾随到了这里。冷渊在锦绣集团步步为营，终究还是引起了林清河的疑心。他表面虚与委蛇，暗地里竟派人反向跟踪自己，直扑核心线索。硬闯不行，他们人更多，装备也好。姚老，您说的那条小路入口还有多远？就在前面左拐的废弃支出架后面，很隐蔽，但需要时间打开被藤蔓堵住的出口。争取时间。冷言，你和姚老先过去准备开路，我来布置点欢迎严饰。小心。姚伯伯，图谱和信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您熟悉山路，和巡查一起，带着他从陡坡侧面绕下去，那边林木密，有机会。他们的目标主要是我和匣子。严丫头，你……我去引开他们。在那边，对。跟紧他，但别伤他。我要他手里的东西，也要他这个人。论脚力，我跑不过这些人。但我的目的从来不是逃跑，而是把他们的注意力全引到我这边。奶奶当年教我进山看横店路，没想到今天反倒要用来乱人耳目。
这儿有他挂掉的布条，脚印也在，应该是往坡下走了。不对，你看那边石头上有血，他受伤了，是攀着藤蔓往岩石那边逃了。脚印明明往坡下，石头上的说不定是旧痕迹。废物！你去下面，你跟我去追。有用，趁这个间隙再往深处钻，能多拉开一点距离。不能再带着他跑了，他是诱饵，也是累赘。真要是被堵截住，贾铜匣露了馅，反而会暴露姚伯伯和真图谱的去向。藏在这里，短时间内绝不会被人发现。等风波过去回来取，绝不会认错地方。只要撑住这一关，就不算输。林总，人找到了，在西边，但是他手里没有东西，也没看到那个匣子。知道了，马上到。冷小姐，何苦把自己弄得如此狼狈？我们没必要走到对立面，那些旧事和尹真暗藏凶险，找个安全稳妥的法子妥善保管，对你姐妹二人都好。安全可控，你们口中的安稳，不过是掩埋真相。奶奶、秦先生、尹真华土的秘密一日未解，我便不会停下追查。冷小姐，这里的环境比山里好很多，我们并无恶意，只是希望事情能有一个对各方都稳妥的解决方式。林总所谓的稳妥，是指让我交出尹真图谱，让它成为锦绣集团，或者说成为周慕文先生私人收藏的一部分，从此不见天日。你比我想象的更敏锐，但私人收藏这个词不够准确。周老对尹真的兴趣远不止于技艺本身。他更看重其背后的历史价值，以及可能带来的资源整合机会。冷颜姑娘初次见面，令祖母月华女士当年秀艺冠绝苏杭，我是久仰的。你守护的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段被刻意掩盖的历史，一些可能引发不必要波澜的旧账。我父亲周世安当年在文物管理岗位上，或许有些做法欠妥。但那是在特殊年代，时过境迁，有些事儿让它随风散去，对所有人都好。秦先生信中可不是这么说的，坚守自盗之嫌，欲毁正抹迹，字字清晰。秦观澜是位理想主义者，但也过于天真，留下了不该留的东西。冷姑娘，现实点儿。你们冷家秀亭如今在苏绣界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守着这所谓的绝学和烫手的秘密，除了招来祸患，还能带来什么？我可以提供一个双赢的选择。冷家将完整的尹真图谱交给我，放心，我会妥善保管，绝不会让它流入市场或无关之人手中。冷小姐，如果你拒绝合作，那么很遗憾，关于你们近期在青石镇寒山寺，尤其是西郊废弃矿区的活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肢解证据，任何一项指控正式立案，都足以让冷家秀堂名誉扫地，陷入漫长的司法密谈。你妹妹冷渊现在也在锦绣集团工作，她的前途恐怕也会受到影响。我清楚此刻硬杠毫无意义。只会立刻将秀堂和妹妹拖入险境，必须先须臾周旋，为姚守柱和图谱争取足够的时间。图谱不在我身上。
我们知道，你把它藏在了山里，或者交给了姚守勋。但我们需要的是你交出来，或者告诉我们确切位置。当时太乱了，我记不清具体藏在哪里了。那些树、那些石头看起来都差不多，我需要时间安静的回想，而且图谱的一些关键衔接和注属非常解微，我需要对照实物才能确保回忆的准确性。否则，即使你们拿到图谱，如果缺失了关键的心法衔接，也只是一堆废纸。可以，我给你时间，但为了确保你的回忆过程不受干扰，也为了你的安全，这段时间就请冷小姐暂时住在锦绣集团安排的住处，清河会安排好一切。好，但我需要安静，不能有人打扰我回想。可以，每天会有专人给你送必需品。顶楼东侧套房有人照顾，想救你姐姐。下班后车库必须黑色轿车，记住，想救她就和我演一场戏。真正的敌人也许不是我们彼此。林清河的话是什么意思？演戏？真正的敌人？难道周慕文和他并非铁板一块，还是这根本就是另一个陷阱？时间，我需要时间。渊，稳住！姚伯伯、张警官，图谱就靠你们了。周慕文，你想要图谱封存历史，我偏要让这段历史重见天日。我姐姐怎么样了？她很好，有独立套间，3餐有人送，暂时很安全，只要她配合。配合什么？交出图谱，然后呢？被你们灭口，还是永远关着？周慕文的父亲周世安当年不仅仅是监守自盗那么简单，他利用职务系统会的将一批最珍贵、最易转移的文物清单和关键证据替换隐匿，部分珍品早已被偷运出境，流散在黑市。秦观澜他们最绝代、最聪明的方法，将那份真正的核心证据清单用引针藏了起来。周慕文继承了他父亲的人脉和部分见不得光的生意网络，他现在是海外某些灰色文物渠道的权威鉴定和洗白关键人物。那份清单如果现实不会坐实他父亲的罪名，更会彻底摧毁他现在经营的这条暴利链条，或者至少让他身败名裂，甚至有牢狱之灾。他承诺的基金会协助追权是幌子，他要的是湮灭证据、垄断解释权。那你呢？你为他做事，不也是帮凶？我为他做事，最初是为了钱，为了资源，为了在这个圈子里站稳。锦绣集团表面光鲜，内里早就和周慕文的灰色生意深度绑定。但有些线我不能跨，成为历史罪人、湮灭证据的帮凶，彻底断送一批国宝回家的路，这个代价我付不起，也不想付。我需要一个机会，一个既能摆脱周慕文控制，又能保全自己的机会。而你姐姐是钥匙，她手里有真正的图谱下落，或者至少知道怎么找到。我们需要合作，演一场戏给周慕文看。怎么演？我又怎么相信你？很简单，你继续在集团工作，扮演一个担忧姐姐，试图打探消息但无能为力的妹妹。我会给你创造机会，让你能意外接触到一些关于你姐姐住处监控的无关紧要信息，或者传递一些小东西。同时要做的是把我的真实意图留意周慕文在集团内部还有哪些隐藏的资源和行动。至于信任，你可以不信，但如果你姐姐一直想不起图谱下落，周慕文的耐心是有限的。到时候无论是他还是冷家秀堂，都会面临你无法承受的后果。合作是眼下唯一可能破局的路。麻烦问一下，我姐姐她胃口还好吗？我总担心她吃不下东西。还行吧，就是怪讲究的，每次送过去的水果里面的牙签全给收起来攒着，也不知道要干嘛。
周慕文早就调查过了。周慕文，你要一份假的图谱去寻毁灭，我给你。真正的钥匙和地图会交给该交给的人。渊，坚持住，我们的戏才刚开场。A 组外围布控情况。已就位。B 组报告，东侧巷口有不明车辆停留，车内2人疑似观察。姚老，您确定是这里？不会错。尹真的藏风之法与这库房当年的建造图纸吻合，秦先生真是煞费苦心。找到了，真的在这里。立即转移至市局政务保管中心。把东西留下，私人纠纷，警方最好别插手。苏城市巡查局张静，此物与重大文物案件有关，依法予以扣押调查，请你们让开，否则将以妨碍公务论处。此乃国宝，更是历史见证，岂容你们觊觎？住手！再动一下，我立刻以暴力妨碍公务和故意伤害逮捕你们。A 组进来。张警官，有些东西拿在手里未必是福。姚老，您怎么样？没事，老骨头了，撑得住。东西安全就好。绣品进了警局。是，张静带队，手续齐全，我们的人没能硬抢。好一个冷言，好一个声东击西，用一份漏洞百出的假图谱引开我的视线。他倒是把尹真的虚实相生用在了这上。林清河不惜一切代价，抢在警方破解绣品暗藏的名单证据之前拿到它，或者毁掉它。警方看守必然严密，硬闯政务中心几乎不可能。那就从人身上下功夫，看管的人、鉴定的人，总有弱点，或者让这件证物自然的消失。需要什么资源，我给你，我只看结果。节已知悉，一切小心。渊。
站住！休想！速去医院。今晚医院那边说不定有热闹看。渊，水。滚开！放下箱子！请求支援并封锁全院区域。他跑不远，但这里不能待了。你们。箱子没拿到，但他们和警察都还在医院，东西应该还在他们手里。把箱子放下，饶你们不死。渊，左前方脚手架，上去，把那个红色警示灯扔到搅拌机后面。操！别动！姐，绳子。必须确认绣品有没有受损。表面好像没事，但秦先生说秘密藏在经纬里，肉眼根本看不出。是他，真的是他！引针，引针，化忌为密，藏针于虚。天啊！奶奶他们，秦先生他们，
竟然真的做到了。冷言、冷渊，我知道你们在里面，把绣品交出来，我以个人名誉担保，让你们安全离开。周慕文那边我会处理，这是最后的机会，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宣确报告，目标绣卷已确认在工棚内附带2名女性保护者及一组不明武装，执行回收程序。如遇抵抗或绣卷有被转移、破坏风险，授权清除所有障碍。重复，必要时清除所有障碍。渊，怕吗？跟姐在一起，不怕。不管你们是哪路人，这是锦绣集团和周先生的事，奉劝你们不要插手。所有人注意，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特别工作队，现场已被控制。林清河以及对面不明武装人员立刻放下武器，双手抱头，原地不动。国安的人来了，请求下一步指示。冷言同志、冷渊同志，你们好，我是国家安全机关0327专案组负责人，代号磐石。你们守护的万里江山图绣品，以及其中隐藏的隐珍秘密，是我们侦办周慕文跨国文物走私、洗钱及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关键证据链一环。你们辛苦了，做得非常好。你们早就知道了。周慕文及其父周世安的犯罪，我们已监控多年。那他们是另一条线上的人，目的暂时不明，但显然也对绣品感兴趣。我们会处理。根据国家安全法及相关规定，现正式接管证物万里江山图绣品，同时需要你们2位以证人的身份随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提供关于隐珍技法、周慕文、林清河等相关情况的详细陈述。报告，初步扫描确认，加密信息完整，载体保存状态良好，符合解码条件。冷言同志，秦先生遗信记载，想解开绣品里的名单，必须依靠完整隐珍图谱，所以只有你能精准破译，不仅能定罪犯罪责，还能追回流失国宝。有件事要提醒你们，周慕文海外根基深厚，我们端掉他国内人手后，他很可能察觉风声，届时会疯狂反扑，销毁证据。你们和冷家绣堂都会成为他的报复目标。我们愿意全力协助。隐珍的秘密，奶奶和秦先生用生命守护的东西，不能在我们手里断了线索。需要我们做什么，请指示。接下来麻烦你们提供隐珍图谱详情和周慕文团伙的全部线索，之后还要配合我们安全破译绣品。这段时间，我们会全程保护你们和家人。
警方成功打击犯罪团伙和涉入高溯源欢迎中实际公司恪守无腰算，成功吓退犯罪者。冷言同志，设备已经调试到最佳状态，尹真的秘密最终需要你的手和眼来唤醒。请开始吧，我们会全程记录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引针并非简单的藏匿，而是利用丝线本身的物理特性、捻向、张力、不同材质对光线的反射与折射差异，在特定的经纬交错点，形成肉眼难辨的微浮雕和光圈效应。需要配合特定的观察角度、光线波长，以及解码的密钥，也就是完整的针法走位图谱。编号 ZL0037 唐，鎏金五马鲜卑纹银壶，原藏清宫旧藏，民国时期经天津口岸流出，最后有记录的交易出现在1972年伦敦私人拍卖会，买家匿名。ZZ5-0089，北宋，汝窑天青釉莲花式温碗，抗战时期南迁途中遗失，疑为当地驻军坚守自盗，线索指向东南亚某私人博物馆。看这里，清单最后部分独立成卷，加密等级最高，不是具体的文物，而是交易账册的核心页码影印微缩图、经手人的指纹与签名间谍特征，以及通过瑞士某银行不著名保险柜进行权钱交易的部分凭证线索。这个签名缩写和笔迹特征与我们掌握的周慕文父亲周鸿记早期化名文件完全吻合，而这几笔交易的时间、金额与我们已经监控到的其通过文物走私为某个境外组织洗钱的关键节点完美对应。这份清单，尤其是最后这一部分核心证据，价值无法估量。它不仅是追溯文物的路线图，更是我们发起跨国联合执法行动，彻底摧毁周慕文犯罪网络，追缴其非法所得，并可能连带打击其背后境外势力的决定性筹码。冷言同志，我代表0327专案组，正式感谢你和冷庸同志做出的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你们的记忆和勇气，为国家挽回了尊严，为历史找回了记忆。立刻将全部破译资料最高密集加密，放送上级和相关部门。通知国际合作单位，依据新证据重新调整并启动收网行动预案，目标周慕文及其核心党羽以及清单上所有可追踪的文物。行动代号就叫归藏。归藏行动启动。各小组注意，目标已清晰，证据链已完整。这一次，我们要连根拔起。立刻准备直升机！不管用什么方法，找到那份清单的原始载体，毁掉它！冷氏姐妹及其秀堂在保护国家重要文化遗产、协助打击文物犯罪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展现了新时代非遗传承人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政府将全力支持秀堂的传承与发展，让尹真绝艺在阳光下绽放新的光彩。周慕文在境外的几个窝点已被国际刑警监控，收网需要时间。他像收监的老鼠，藏得更深了。国内残余网络基本肃清，让他们转入静默发展期，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他们值得一个平静的未来。两位，风波虽暂平，但树欲静而风未必止。过度聚焦于你们个人和尹真的秘密，并非长久之计。工作组有个建议，或许也是秀堂焕发新生的契机。
借助政策扶持，将秀堂进行适度的商业化、品牌化转型，成立一个非遗文创品牌，将你们的技艺和美学转化为能被更广泛大众接受和喜爱的产品。这既能实现技艺的活态传承，创造经济价值，也以品牌为盾，淡化事件核心人的标签，让你们在更安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展。隐针的精髓是藏，但新时代的藏，或许不是为了保密，而是为了制造观赏的惊喜与深度。隐针94年，文创包能，现运的品牌。这里的弹琴蓝可以再提浅1度，和真丝的光泽会更搭。姐，今年流行柔雾感，这个莫兰迪色系的订货量涨了30%。双织是东方美学的现代新生，我们希望用一针一线编织出属于当代女性的雅致与力量。今天我们带来了全新的4季产品线，每一件都蕴含着匠心与温度。这是我们独创的虚实针，你看，通过丝线变化，能呈现上水墨画般的晕染效果。冷言女士，我的委托人非常欣赏您的作品，尤其是其中蕴含的东方哲学与精湛的隐秘术法。他愿意以高于标价30%的价格收藏这幅星记。并且，委托人希望与您建立长期的独家的高定作品合作意向，具体细节和诚意都在信中。委托人署名是问，他说您或许会感兴趣。